呀哈比比，这个男人叫做老王。打开抖音，一个长得特别像新疆人的外国朋友正对着镜头特别热情地跟大家伙打招呼。他的名字叫王丽轩，来自伊拉克。当年为了躲避战火，他一路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已经安家落户整整10年了，练就了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真心热爱中国，从心底里热爱着中国。与很多只是嘴上说爱中国，实际为了圈钱的外国网红不同，王丽轩显得格外特别。他特别喜欢中国美食，对中国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一直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最大的梦想是和爸爸妈妈一起实现在中国买车买房的梦想，达成定居工作的美好愿景。大家好，我是南风，今天一起看看伊拉克网红王丽轩在中国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王丽轩原名艾哈迈德，1994年，他出生在伊拉克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祖父在当地拥有不少资产，坐拥着100亩庄园和大量田产。祖父年轻时一共娶了4位妻子，是当地响当当的富贵人家。优越的生活条件自然能培养出更加出类拔萃的年轻人才。王丽轩的父亲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为了一名收入丰厚的石油工程师。在学校期间，王丽轩的父亲邂逅了一位同样出身名门的年轻姑娘，两人互生情愫，很快便坠入爱河。这位姑娘就是王丽轩的母亲，她高中还没毕业就嫁给了这位英俊的富家公子哥。他们婚后的生活就像剧本里写好的那样，没有风险，也没有压力。这对有情人一直恩恩爱爱，在大家族的庇护下，财富不断的累积起来，孩子也一个接一个的出生。王丽轩是家里的老大，底下还有2个妹妹。如果没有战争，那么他将继承父辈的荣耀，带着家族的希望走向更高的天地。然而不幸的是，从2003年起，炮弹在他的国家不断炸响。在战火的摧残之后，王丽轩的国家变得千疮百孔，王丽轩父母的工作同样受到了影响。王丽轩的亲戚们几乎都搬离了伊拉克，王丽轩的父母也开始盘算起了出路。2003年，在亲戚的帮助下，王丽轩一家人侨居叙利亚。到了叙利亚，一家人从头开始打拼。王丽轩和2个妹妹在叙利亚上学读书，眼瞅着就要健康成长成为大人，可叙利亚又发生了战乱。2011年，叙利亚遭受了战火的侵袭，百姓们流离失所，生命受到了威胁。王丽轩一家又陷入了对战争的恐惧之中。这天，王丽轩负责外出给家人购买物资，遇到了2方交战，无辜的王丽轩不幸被炮弹击中。受伤后的王丽轩挣扎着独自逃离了现场。等到他仔细检查时，才发现炮弹击穿了他的前胸后背，鲜血正不断的往外涌出。当时局势非常复杂，受伤后他甚至无法去医院进行治疗，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赶回家中，让家人帮忙简单包扎一下。2014年，王丽轩一家决定侨居中国，原因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在叙利亚过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之所以将目的地选在中国，是因为王丽轩从小就喜欢中国文化，他通过中国电影了解到了中国功夫和中国文化，一心向往着来中国体验那种人与人友善、和谐互助的关系。恰巧王丽轩有一位姨父早早将女儿嫁到了中国宁夏，并且全家人都侨居到了中国生活。王丽轩的父母便打算前往中国宁夏投奔姨父一家。初到宁夏，王丽轩就爱上了这里的生活。这里的人民喜食牛羊肉，信奉伊斯兰教，周围的一切都让王丽轩感到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相同的信仰和口味，陌生的是宁夏人说的中文，而王丽轩却完全不会中文。王丽轩的2个妹妹被送去宁夏当地学校读书上课，父母在学校里工作，只有王丽轩一个人被留在了家里。那时候的王丽轩在叙利亚差2年都要大学毕业了，到中国后，家里没有多余的钱支持她继续读大学。后来为了赚钱补贴家用，她进入到了宁夏的一所学校，担任阿拉伯语老师。在担任老师期间，王丽轩萌生出了想要学习中文的想法。她实在是太喜欢中国了，她想要一直留在中国生活，没法去学校学中文，她就买了书在家自学。只要出门碰上中国人，她就立马拉着人家练习口语。渐渐的，王丽轩练就了一口流利的中文。2017年，王丽轩穿着西装，戴着领结，对着镜头熟练地摆着姿势。她从一名外教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气质高贵的外籍模特。只需在台上轻松走几步，她就能赚取上百元的报酬。她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长相，要不是我长了一张外国人的面孔，恐怕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后来，王丽轩不仅接模特的活动，还应邀参演了几部中国电影。
短暂的几个镜头却让观众印象深刻。2017年，王丽轩刚刚接触演艺事业，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抉择。他的父母失去了在中国工作的机会，按照中国法律必须得离开中国。爸妈想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土耳其，可王丽轩和妹妹有了自己的想法。大妹妹考上了上海某高校，王丽轩想要在中国发展自己的事业。最后一家人商量决定，父母带着小妹妹先去土耳其，而大妹妹和王丽轩则留在中国生活发展。直至2018年，王丽轩回伊拉克办理签证，才得以和父母相见。紧接着，王丽轩和大妹妹又回到中国各自发展。王丽轩逐渐成为一名模特、演员和带货主播，她兢兢业业拍戏，认真的直播卖牛肉干。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挣更多的钱，把爸妈还有妹妹接到中国来一起生活。她热爱中国，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王丽轩最出名的一次是2020年疫情爆发时，她拍摄并参演了一部微电影《飞过矮墙的靴子》，又名《真相》。拍摄的契机是远在土耳其的父母误以为中国疫情爆发严重，害怕儿子王丽轩在中国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父母迫切地希望王丽轩能尽快飞到土耳其和他们相聚。他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了大量抹黑中国的视频，那些大喊加油的中国人，在外媒的镜头下变成了救救我，我们很害怕。王丽轩不愿意看到中国被误解，他利用自己在演艺圈的资源，拍摄并参演了这部微电影。他在华外国人的特殊身份，使得这部影片影响力骤增。不少人通过这部影片得知了中国抗疫的真实情况。他在记录中写道：这部纪录片我拍摄它，不仅仅是为了给我母亲观看，更是希望向所有人展示一个真实而美好的中国。这样一位有责任心、有担当的外国青年，自然成为了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直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这位来自伊拉克的小伙子王丽轩身上蕴藏着丰富的幽默细胞。早在电影拍摄之前，王丽轩就已经涉足短视频平台，开启了直播带货的生涯。只不过那个时候平台对外国人直播有所限制，再加上王丽轩当时名气还不大，所以事业一直没什么起色。直到这部颇具影响力的微电影播出之后，大家才终于注意到这位在中国打拼的伊拉克小伙子。大家纷纷涌向他的直播间围观，看着他端坐在直播间里售卖正宗的内蒙古牛肉干。他与好友携手合作，把牛肉干生意一步步做大做强，在重庆和内蒙古都开办了工厂。最关键的是让国外了解市井烧麦正宗不正宗。他开始运营属于自己的短视频账号，记录生活中的点滴。老王深受网友喜爱，在短视频里，他用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描绘自己品尝到的中国美食。没错，王丽轩成了一个想要吃遍中国的外国美食博主。到了重庆，他连笔带划地对着身穿汉服的店员小姐姐说：有没有吃了能让湿气走了的那种菜？别害怕，老王的意思是湿气不是尸体。看这老外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多么深刻，吃个饭连能不能驱除湿气这种事情都要考虑到位。只是老王这个描述可把店员小姐姐吓了一跳。2024年，王丽轩来中国已经快10年了。如今的他不仅在中国安家立业，还成为了知名的演员、模特和百万博主。2024年3月，他还受邀参加了央视媒体的采访。采访中，主持人好奇地问：你视频中的呀哈比比，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老王回答道：就是好兄弟的意思。我和中国人就是好兄弟，我打心底里感谢好兄弟对老王的喜爱，真心希望有更多的外国人能爱上中国。关于伊拉克小伙王丽轩在中国的故事，您有什么看法呢？好了，看完老王在中国的故事，我们也一起去深度了解一下他的国家。伊拉克曾是世界第4军事强国，现如今却是废墟一片。从1980年开始，过去41年里，伊拉克只有13年的和平时期，剩余28年，伊拉克一直在战争冲突中度过。它曾经是4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的文明与历史，但如今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那么伊拉克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家？为何会战乱不断呢？老百姓现在生活怎样呢？伊拉克这个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国家，拥有约438300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面积与我国甘肃省相仿，人口则达到了约4335万。它的邻居阵容可谓豪华，包括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约旦、沙特和科威特等国。更值得一提的是，它还紧挨着波斯湾，那60公里的海岸线确实显得有点不够用。说到伊拉克，我们不得不提它曾经的辉煌。作为4大文明古国之一，古巴比伦的摇篮，这里曾是文明的璀璨之地。
然而，如今伊拉克却似乎成了废墟、荒漠和动荡的代名词，这不禁让人唏嘘不已。河流作为文明诞生的摇篮，在伊拉克这片土地上显得尤为重要。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地区土地肥沃，河网密布，曾是中东最富饶的农田。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楔形文字、圆周分割律等伟大发明都源于这里。之后，统一的古巴比伦王国也在这片土地上兴起。伊拉克的地理环境也为它的历史故事增添了浓厚的色彩。国土大部分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海拔大多在100米以下，人们在绿洲里辛勤耕作，繁衍生息。然而，这片绿洲的地理位置却暗藏危机。西面、南面是广阔的沙漠，形成了一道天然的防御屏障，但东面、北面却是平坦开阔的平原，游牧民族翻过山地就能直捣绿洲腹地，几乎无险可守。因此，历史上的伊拉克屡遭外族入侵，无论是北面的罗马人、奥斯曼人，还是东面的波斯人，甚至是南面的阿拉伯人，都曾在王朝更迭之际对这片绿洲进行横扫。这些入侵往往导致伊拉克境内的中央政权崩溃，进而引发种族、人口、信仰的全面危机。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伊拉克及其邻居科威特都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部分。那时的科威特由萨巴赫家族统治。19世纪末，英国与这个家族签署了一份秘密协定，使得英国成为了科威特的宗主国。然而，当1914年一战爆发时，英国人突然发现奥斯曼土耳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于是英国便顺水推舟地宣布科威特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并置于英国的保护之下。一战结束后，英国更是收获颇丰，不仅占领了科威特，还控制了今天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科威特作为保护国，伊拉克作为曾经的殖民地，两者之间的边界划分在英国的干预下显得尤为关键。这条新边界将科威特从伊拉克完全剥离。然而，对于新生的伊拉克来说，这条边界却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新边界仅给伊拉克留下了60公里长的海岸线，而且大部分区域都被沼泽覆盖，几乎无法用作深水港口，这使得伊拉克几乎丧失了出海的权利。尽管伊拉克和科威特在1923年都承认了这条边界线，并在1932年伊拉克独立后再次确认，但伊拉克民众始终将科威特看作自己的领土。这种声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未曾消失，最终成为1990年萨达姆入侵科威特的主要动因。那么伊拉克目前面临着哪些问题呢？首先，石油运输问题尤为突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制海权，其未来发展将受到严重制约。伊拉克那贫瘠的海岸线不仅使其无法成为海军强国，更使其容易遭受经济封锁。要知道，伊拉克的经济支柱原油储量位居世界第4，仅次于委内瑞拉、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而原油运输又极度依赖海运。伊拉克唯一的深水港乌姆卡塞尔港位置偏内陆，油轮出海需经过2个战略通道。一旦这些通道受到威胁，伊拉克的经济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除了石油受制于人，伊拉克的淡水供应也面临严重挑战。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这2条伊拉克的生命线，其源头都位于他国境内。幼发拉底河的水量有 90% 来自土耳其， 10% 来自叙利亚，而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和其他河流，其源头则多位于伊朗境内。这意味着，如果这些上游国家在河流源头修建水库进行拦截，伊拉克将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事实上，这些国家已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伊拉克的淡水供应就受到了严重威胁，这无疑给这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土耳其沿幼发拉底河精心打造了20余座大坝，同时在底格里斯河上也增建了8座大坝，其中幼发拉底河上的巨无霸阿塔图尔克大坝更是荣登世界第5大大坝的宝座。1990年，这座大坝竣工之际，为了蓄水，土耳其竟将整条幼发拉底河的流量截流了整整1个月。这一举动立刻引发了下游叙利亚和伊拉克人的强烈不满。仅仅这一座大坝，就让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流量锐减1/3。为了生存，叙利亚也不甘示弱，在境内修建了3座大坝。这样一来，伊拉克能接收到的淡水量就只剩下1/4，甚至更少。而伊朗的情况更是堪忧，水资源本就匮乏，他们几乎逢河就建坝拦截。没有足够的水，伊拉克不仅难以满足4000多万人的日常用水需求，更别提灌溉农田了。
这简直是一个关乎生死的严峻问题。更令伊拉克头疼的是，邻国为了保护水库安全，竟在伊拉克周边部署了大量防空导弹。想当年，上世纪80年代初的伊拉克还是个富得流油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超过了中国。可惜好景不长，经历了一系列战争后，伊拉克迅速沦为了贫穷国家。1980年，因为阿拉伯河的主权争端，伊拉克与伊朗爆发了一场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消耗战的典型代表，死亡人数高达上百万，是二战后伤亡最惨重的战争之一，仅次于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战争的巨大消耗让伊拉克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其中欠科威特的债务就高达140亿美元。也正是这笔巨额债务，加上伊拉克长期以来将科威特视为自己的领土，1990年，伊拉克悍然对科威特发动了侵略战争，企图将科威特吞并，变成伊拉克的第19个省。然而，这一行径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迅速介入，轰炸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迫使伊拉克放弃了占领科威特的计划。然而，历史的转折总是出人意料，伊拉克从此陷入了无尽的深渊。2003年，美国以反恐为借口，单方面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打击，这一打又是漫长的8年。伊拉克的命运就这样在战争的漩涡中起伏不定，令人扼腕叹息。在这场浩大的战争中，美军的开支数额巨大，达到了7630亿美元，而伊拉克这个饱受战乱蹂躏的国家已经变得破败不堪，仿佛一只疲惫不堪的野兽。在这片土地上，96%的民众虔诚地信奉着伊斯兰教，他们的饮食习惯也独具特色，与印度人相似，他们习惯用右手抓取食物，享受每一口饭食的乐趣。伊拉克作为世界上椰枣出口量稳居第1的国家，拥有高达3300万株椰枣树，这一数字足以彰显其在椰枣产业上的雄厚实力。然而有趣的是，蓝色在这个国家却是人们最为忌讳的颜色，仿佛是一种神秘的禁忌。在伊拉克的饮食文化中，面粉和羊肉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香气四溢的羊肉饭，还是烤得外焦里嫩的全羊，亦或是口感酥脆的炸饼，都是伊拉克人民餐桌上的常客。当然，他们也会品尝一些蔬菜，使得饮食更加均衡。伊拉克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然而长期的外族统治以及近代不断的战争，使得大部分古文明遗迹遭受了严重破坏。如今，这些破败不堪的遗址成为了伊拉克文旅产业的一大痛点，也让这个国家在文化旅游方面表现不佳。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拉克人民的思想也显得异常矛盾，他们既怀念过去的辉煌，又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不安。沙漠、宗教、石油冲突、河流，这些标签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伊拉克人的心灵。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时代，伊拉克人民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好了，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南风，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